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丁禹兮自曝日薪80的群演往事，眼神里的很近，资源咖演不出来。一天100块，后来涨到80块。别怀疑，这就是现在当红小生丁禹兮的起步价。就在大家还在讨论他新剧里眼神拉丝的演技时，这哥们直接把老底掀开了。哪有什么天生的眼神技，全是当年在片场死磕出来的。你以为的天选之子，其实是从泥坑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草根逆袭。当内娱还在吹捧资源咖的高贵时，丁禹兮用最笨拙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，有些光是只能在黑暗里才能看见的。今天不聊虚的，咱们把丁禹兮这层滤镜打碎，看看这副好皮囊下到底藏着多少没人知道的狠劲。从光替到男主这条路，他走了不止1万步。丁禹兮的入行史没有童话，只有生存。他在采访里轻描淡写的一句暑假去打工，背后是无数个在影视城熬夜的晚上。那时候他不是丁禹兮，他是那个谁，是甚至连正脸都不能录的光替。什么是光替？就是主演还没来，你先站在那儿帮摄影师调光圈、测光的人肉道具。主演坐着你的站着，主演走了你还得等着。一天80块到100块的报酬，在如今看来连一顿像样的火锅都吃不起，但在当时，这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盛夏的横店，地面温度40度往上，他穿着厚重的戏服，一遍遍走位，不是为了演戏，是为了帮别人打光。汗水把妆冲花了，没人在意，腿站麻了，不敢动。这种极致的工具人体验，没把他劝退，反而让他上瘾了。他说：“我觉得大家是在有热血的创作一件事。”这句话听着像场面话，但你看他后来的戏就知道，这是真话。只有在底层待过的人，才懂得每一个镜头的来之不易。为什么大家说丁禹兮的眼睛会说话？为什么他演破碎感、演狠力能那么自然？因为他见过真正的脸色。在做群演和光替的时候，他必须学会察言观色。导演皱眉了，是不是自己挡光挡错了？副导演吼人了，是不是要清场了？这种高强度的情绪雷达，让他练就了对微表情的极致掌控。这不是天赋，这是生存本能。现在的很多资源咖，一出道就是 S 级大制作，身边围着8个助理，剧本喂到嘴边，他们演的是帅气，是人设。但丁禹兮演的是人，是痛。他在底层摸爬滚打时受的那些白眼，那些为了争取一个只有3句台词的小角色而赔的笑脸，全都化作了他眼睛里的那一抹复杂的光。当他在剧中爆发时，你看到的不是演技，是他把过去的自己揉碎了，撒在角色里。内娱现在流行什么？流行强捧，资本砸钱，营销号轰炸，哪怕演技木得像块木头，也能硬吹成炸裂。丁禹兮如果想走捷径，他早走了。凭他的外形条件，如果有资本硬捧，早就霸屏了。但他选择了最笨的一条路，熬。从光替到配角，再到男主角，每一步都是实打实踩出来的。他自己去跟家里沟通，要去学艺术，要走这条没谱的路。这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一种近乎执拗的傻气。这种傻气在如今的娱乐圈反而成了稀缺品，因为太多人精明的像个商人，只有他还像个手艺人。我就问一句，现在的内娱有几个流量敢在大火之后坦然承认自己当年一天只赚80块？大多数人忙着修图，忙着删黑历史，忙着立富二代人设，而丁禹兮把伤疤揭开给你看，告诉你，老子就是从烂泥里爬出来的，但我爬上来了，而且站得比你们稳。我们为什么喜欢丁禹兮？
不是因为他多帅，内娱从来不缺帅哥。我们喜欢的是他身上那种我不配的感消失后的踏实。他让我们相信，在这个充满捷径和泡沫的行业里，努力依然是唯一的通行证。他也给了所有普通人一记响亮的耳光：别抱怨怀才不遇，先问问自己能不能在一天只赚80块的时候，还能热血沸腾地盯着监视器。红得慢没关系，走得稳才重要。那些靠资本堆出来的空中楼阁，风一吹就倒了。但丁禹兮这种一砖一瓦自己盖起来的草台班子，反而能抗住8级大风。未来的内娱不需要更多的流量明星，但一定需要更多像丁禹兮这样把演戏当命、把观众当人的真演员。这不仅仅是丁禹兮的故事，这是每一个在大城市打拼、在底层挣扎的普通人的故事。你可以不红，但你不能不燃。